节目更开心了，因为下面节目要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传统脱口秀啦！耶！哎，这个第一位上场的这一位啊，刚刚大家也已经见过了，她在这个今年夏天啊人气爆棚女演员，在这个脱口秀这一块啊，她如果说自个儿是第二，那只有这个翟佳宁说自个儿第一。让我们来一起喊出她的名字是谁？都知道嘻哈呢，能量高，气血足，嗓门大。然后他每次跟我打招呼，就是在平常的时候看到我也是，福，他真的这样。谁踩着他了？这不是？他每次跟我打招呼，时间跟他聊时间长之后，我的耳朵已经听不见了。所以说，屏幕前的朋友们，记得调低电视音量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扶好小桌板。朋友们，有请嘻哈。谢谢大家，太开心了！哎呀，不比赛的时候讲脱口秀就是轻松啊，就跟大家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聊一聊过去这一年的一些变化什么的，经历一些事情。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吧，就是我是去年辞掉了自己干了13年的工作，然后把房子卖了来参加的节目。因为我真的相信好日子在后头，但其实果然真的很值得，真的很值得。节目播出之后，收到了非常多的辱骂。就怎么跟你们形容啊？总结一下，我当空姐13年来，骂我的人加起来也没有这半年的多，很难过，非常难过。当然，难过不是不过啊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我那段时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我就挑一些私信出来，打印出来，贴在我家的床上、墙上、各个壁板上，每天早上起来都大声朗读，给自己加油鼓励，对吧？李嘻哈。我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很动听，对吧？那段时间过得很规律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晨读，你就感觉自己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满嘴跑操。但那段时间，我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我的精神状态，怕我心理出现问题，都陪我。我就跟他们说，真的不需要，因为我说真的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当过空姐的人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我13年来让我反反复复回味的一次投诉，是在飞机上有一次有一个旅客找我借指甲刀，我没有，他跟公司投诉我格局小，不应该浪费公司的大格局，要求公司开除我或者将我乱棍打死。我当时怕极了，我说先生，你要不然你就先去洗个手吧。他说你干什么？我说我给你啃。真的很惨。而且有一次我是在飞机上工伤嘛，那个餐车很重，直接压过我的脚背，我的小脚趾盖直接压掉了，很疼。然后后来去医院包扎之后，我就去找领导请假，我领导不批我的假，跟我说你穿着鞋又不影响美观，你穿鞋大家又看不到，硬逼着上去飞，没办法。那个时候就借了同事的一双大一点的高跟鞋，上飞机上去飞。怎么说？那天走在那个飞机的通道上面，就是就感觉在打快本，你知道吧？走在客舱里面的时候，旅客都在睡觉，突然有个旅客起来怒吼：“把转向灯关了！”我就为了安抚他，立马拿出一瓶安慕希爆珠酸奶。他说干什么？我说你没料到吧？我也没料到我会掏出一瓶好喝超有料的安慕希黄桃燕麦爆珠酸奶。对，当时客舱里的旅客的反应跟大家一模一样。我说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他叫住我，他说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安慕希哈。”然后开始打转向灯，我就走了。后来直接真名投诉。这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强，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经历过一件常人不能忍受之痛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你们听一下，真的是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牙医吧？然后我小时候有坏牙，有一次我去拔牙，躺在那个牙医床上，一个医生走过来，用针头给我刺了一下牙龈那个位置，说一会儿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你打麻药，你等一下。然后他就去配麻药了。过了一会儿来了另外一个医生，可能他们交接了工作，那个医生问我痛不痛，我说痛。他过一会儿就不通了，然后就给我按在床上，直接开始拔，就像很多喜剧作品突然开始上价值一样，干拔。给我疼到一身冷汗，全身发抖，耳鸣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我感觉戴上了张唯一的降噪耳机。当
当时我疼得全身发抖的时候，医生觉得不对劲了，赶紧问上一个医生说：“你给这个小孩打了多少麻药？”上一个医生说没打，我马上就昏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小小的脸上2个大大的冰袋，妈妈关切地看着我，嘴巴里面说着什么，但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，因为我还戴着耳机。不是，其实就是因为太疼了，而且我看着远方的爸爸，感觉那个医院里面鸟语花香。虽然我听不到，但我看到我爸爸在那里，医生，我啦。后来医生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就说确实我们工作上的失误，钱就少收一点吧。我爸说你当然要少收一点钱了，麻药你都没有打。医生说收点力气钱吧，你家孩子劲儿贼大。因为小时候真的确实身体挺好，胃口也挺好，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我小时候啊，就是我的小时候，就现在的刘晓庆老师。身体特别好，状态也特别好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参加运动会，那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会，我们要提前去适应场地。我去的地方是四川自贡，可能大家不太知道，那个地方特产的是辣椒美食，非常好。我当时就是自负啊，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年轻啊，我就去吃东西，就背着我的教练去吃了泡椒美蛙，吃完就感觉不对了，但是又不敢跟教练说，因为马上要比赛了，说了会被打死。也不敢乱吃药，因为我们比赛前会进行检查，就硬撑到第2天比赛。我站在跑道头检录完了之后，站在跑道头那一刻，肚子里面翻江倒海。随着那个裁判 Got go 预备，砰！是发令枪啊，不是我哈。撞线那一刻，我第1名，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庆祝。我们那天比的是女子100米。但我知道我那天要跑的是120米，我径直跑向了对面的更衣室。你们以为是厕所吗？晚了，真的。所以朋友们，别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没问题的就坚持一下，向前跑，撑下去，好日子一定会在后头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在干拔上价值了？不是，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，是因为我上台到现在。在场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出来我骨折了。此时此刻的我正在硬撑，是真的，我撑不住了，再见。走了，太让人感动了，他就走了吗？别呀！让我们说出来的10个字。真情遍天下，中国有嘻哈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你太坚强了，是个铁娘子啊！是的，铁娘子拍一拍自己，这叫做趁热打铁。哇，真的太难了。哎，还好，真的是说句老实话，您这是怎么造成的呀？是这样啊，我那一天是着急去上厕所。忘了看清眼前的路，就踩到一个陷阱里面。所以朋友们，真的，你的目标太明确了，有时候会忘掉眼前的路。以后大家呀，少上厕所，多看路。祝您那个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了。没事。是的。然后呢，但是咱们嘻哈这个骨头啊，跟他本人一样，特别的坚毅。当然了，医生说了，你这个骨折了，不要乱走。但是嘻哈的骨头表示 OK 啊，我可以走。不信来看一看他的片子，来看一看，还有片子，你看 OK 了，上面写着他的手 OK 了，可以走啊！医生看完片子大为震惊，拉着嘻哈做了全身的体检，检查报告我拿到了啊！我的妈呀！真的，观众怎么感觉就我是傻子一样？就是真的吗？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他的检查报告，但是你们能不能有一点那种就是哇的这个？我们再来一次。这是我的，来我的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为什么不是他呀？开玩笑，来啊！什么？你竟然有嘻哈的检查报告？哇，好配合呀！哇！嘻哈的检查报告显示，嘻哈果然是个硬骨头，浑身上下并没有找到软组织。行嘞。感谢嘻哈，感谢嘻哈啊！可以不用硬撑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太感人了！你看他的背影，你看看嘻哈是多么的坚强。他不可以了，谢谢嘻哈。爱情。